谢谢你，张姐，谢谢你这才跟我说这番话。如果你不说，可能有一天我会把这个带到坟墓里，我都不知道自己到底错的有多厉害。我真的错了。玉姐，这么多年，我今天第一次鼓起勇气叫你一声玉姐。我记得那会儿，咱俩刚结婚，我穿这件白衣服都是我给你买的，你还记得吗？我一直把你这幅画放在我别墅的地下室，我就是不敢去面对这个不堪的一切。如果当时我不跟你吵架，你也不会抱着儿子离家出，也不会开车掉到水里。我要是能像一个真正的男人一样过来抱抱，把你搂在我怀里，就什么事都没有。现在都是我的错。我对不起儿子，对不起你我好久的一生，只有遗憾的一生，对不起任何人。我以为我做的事都是对的，今天看来，我做的事情全是错的。我一时误会我罢了。为什么这么说？他其实很爱我妈，他也很爱你。侯总，吃饭啦！哎，来了。没叫侯爵。风快，你坐下知道。快来，来坐下。他怎么在厨房啊？一会儿你就知道了。慢点嘛。猜猜这是什么？你们这是唱的哪一出啊？可以打开看看。
这可是你儿子亲手给你做的啊！行了，来，我来。哎，好了，我来。真香的红烧肉，我儿子知道这红烧肉是我的最爱。来，吃饭。这肉我得省着点吃。儿子啊，只是在你很小的时候，爸爸喂过你，今天爸爸再喂你一口。可就这几块，吃完就没了。1个礼拜就这一回。肥的留给我吃，你吃瘦的。不心疼啊？不行。那我就……哎呦，这次做的一般，手艺没花费好。不错，挺好的。来吃饭。好吃吧？我们这儿呢，一般都是小班授课，为了保证学习质量，每班最多就6个人。哎，教练都是杠杠，都是专业队退役的。比方说，那水平啊，绝对没问题啊。我们也可以1对1授课，按小时收费，就是有点贵。你是完全不会游泳？小时候会，8岁以前会游。啊，没事没事，试一下，别怕，有啥好怕的呀？别跟小孩儿一样。不是哥，你玩水呢？啊，看来你是真怕水。来，哎，你呀就别折腾你自己了呗。不行，我就喜欢折腾我自己。哎，这话我喜欢。哎，其实这水啊并不可怕，我们唯一恐惧的就是恐惧本身。来，站着它，来试试。可以的。不是，这又怎么了呀？这恐惧本身太恐惧了。算了，下回吧。哎，下次。慢走啊。喂，今天过得怎么样啊？还行吧。想去学游泳，但是还是不敢。怎么突然想起要学游泳啊？这不是也没有什么误会的吗？然后一直不会游泳多尴尬呀。我怕以后这个游水里的救援耽误。你也别急，慢慢来嘛。这种影响不可能1天2天就解除了。是啊，这不在慢慢消除吗？这样吧，你拜我为师，我教你啊。
你教我？你早说呀！那你明天开始教我吧，啊？然后你去准备一套漂亮的泳衣。谁说我教你学游泳，我一定要穿泳衣了？啊？那你穿什么教？那就再说了。喂，哎，你听得见吗？喂。什么电话呀？神神秘秘搞什么呢？我想跟你说说话，心里难受。喂，怎么了？我有一个问题想问你。你说有一个人，他伤害了你，可你还喜欢他，怎么办？不会吧，你都爱这么深了？可是他不想跟你结婚呐。不过呢，好多事儿可能都在变。比如说侯爵，他跟他爸现在都已经和平共处了，所以都不一定嘛。就因为他爸大病了一场，可能吧。大病一场以后，好像两个人都变了。现在他们不得不并肩作战，不然公司可能会破产了。破产？十一啊，我先不跟你说了啊，我这还有点事儿，挂了。啊，我什么奇奇怪怪的？这么着急找我过来，什么事儿啊？啊？你的事情我都听说了，你怎么没告诉我呀？哦，你是说我住院的事儿吧？我现在不是出院了吗？你看我身体多好啊！我说的是公司的事儿。哦，公司的事儿也都过了。原来吧，每天睁眼闭眼，满脑子全是工作的事儿。现在不是挺好的吗？每天3个宝1个岛，到了晚上还一个热水澡，挺好。我不想从别人的嘴里听到你的消息。我想跟你回到以前的日子。芊芊，以前过去的事情都已经过去了，再也回不到以前了。老头，
再叫了。我现在都稍微平复了一点，我不想再想到过去的事情。海星不是挺好的吗？人又年轻，对你掏心掏肺的，你应该珍惜呀。我已经明确的回绝他了，我们两个不可能。我们俩也是。如果没别的事儿，先回去了。别走，芊芊，你未来的日子还很长，你值得拥有更好的生活。没有你，我的生活不会更好。芊芊，我都一大把年纪了，我现在要什么没什么，要钱也没有钱了，你跟我在一起有什么意义呢？如果咱们俩继续走下去的，我只会拖累你，只会成为你的累赘，而且我自己绝对不允许我自己这么做的。你不是我的累赘，我什么都会，我可以照顾你啊。比起以前的侯总，我更爱现在的你。你什么都会做，你现在是生活在一种理想化的状态，我生活在现实当中，我知道现实有多残酷。你要继续跟我走下去，你面对的压力有多大？原来我有钱的时候我有自信，现在我什么都没有了。你这个老头没有自信了，而且我在问你，你今后怎么跟你父母交代？你父母现在不知道我的状况，你怎么跟你身边的朋友交代？你告诉我你怎么交代？我不在乎别人怎么想。我在乎，我折腾不动了，我现在只想消消停停的过我剩下的日子。我跟老天爷说过，我说下辈子一定要再让我遇到这个女孩，一定要早20年遇到她。真的。答应我，别离开我，好吗？我一想到你到时候万一出什么问题，有个3长2短，你让我到底怎么办？我一个人，我有心脏病，我会受不了的。
不上你的当。为什么不接电话？在工作不方便接。喂，赵总啊。哎，侯先生，你好啊！我是想跟你打听一下。哎，说。那个11最近干嘛呢？他应该在休假。不过我觉得，他其实是在你身边，暗中保护你。啊？什么？我身边？你什么意思啊11担心刘铁浩不会消停，周全又被退回来了。你说什么意思啊？侯先生，好了，就当我什么都没说，我挂了啊。这话说一半儿。他其实是在你身边，暗中保护你。身边。哎呦，干什么呢？着急忙慌的。哎，你干嘛偷窥我呀？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？我有线人呗。你给了赵总多少好处啊？我给赵总买了一座岛。切，少来吧你！你等着我过来找你啊！哎，你别过来，你过来就失去了我这么做的意义了。刘铁浩这个人，我觉得不会轻易放过你。你根本不知道一个赌徒穷途末路以后会有多疯狂啊！你怕什么？报警就好了吗？目前报案还没证据，如果他知道你身边有我保护你，他就更不会露头了。我可不想让这个坏蛋逍遥法外，所以喽。哎，我想过来找你，你怎么那么操心呢？解决完这个事儿，我就不操心了。那我可不能轻易让你解决。侯爵啊，你这套健康营养套餐还真是有点管用。是，这几天吃下来，我血脂还真没上去。对呀，多好吃素。但我觉得呢，偶尔还是可以吃点肉，行，是吧？好了，我就给你做啊。哎，你吃饭呀，侯爵，别玩手机了。对呀，来，赶紧吃。我吃完了，不吃了。不吃了？你什么叫吃完了？你还没吃呢。对呀。侯爵，还这孩子，你看你孩子真是。谁呀？你好，你的外卖？我没点外卖啊。请问你是吴小姐吗？我是。
那就对了，这是你的。谢谢啊。祝你用餐愉快。重辣少盐准时，收货人脾气暴躁，武艺高强，请外卖小哥保重，他的能量超乎你的想象。喂，饭菜好吃吗？你的艳舞跳得太好了，我都忘了吃了。我决定以后没有艳舞看呢，我就绝食。想的挺美的啊！我还有一个特别节目啊？干嘛呀？你转过去，闭上眼睛，我不叫你千万不要回头。好，好，我转过去。你在贴纸呢？挺像新的，就是这个心好像胖了点儿。好了没有啊？好了，转过来吧。102吗？啊，201。不会120吧？哎呀，反了！你等会儿啊，你再等我一会儿，重听啊，我贴过来。你要不直接告诉我你想贴成什么吧？侯爵，干嘛呀？啊，那个，这图呢？做图？哦，我明白。哎，做得好，做得好，加油！饭还没吃完呢啊，做完了赶紧来吃饭。哎，欢迎光临，欢迎光临！哎，欢迎光临，欢迎光临！来，哎，姑娘，欢迎光临！啊，不用了，不用了。走。哎，闺女。你妈最喜欢的那个情歌王子李想，要办歌迷会啦，这可能是最后一次了。你妈要是不去，
后悔一辈子。中年大妈，一个人去看情歌王子，让人笑话感情饥渴。我跟她去做个伴儿。我买票请她去，她还有理由拒绝吗？但是我没钱，500，够了，够了，够了。唉，不容易啊。1个礼拜以前，有位先生找到我，他告诉我说，有一位美丽的女士，在我们出道到现在以来，一直都是我们的天岗粉丝，20多年从未改变。那么，他也一直深爱着这位女士，受这位先生所托。那么接下来，我们要演唱一首他为这位他的心上人所创作的一首歌曲，叫做《无心的错》。同时，也用这首歌向所有支持我们的歌迷说一声：三生有幸遇上你们，是我们最美的运气。谢谢。一个人的夜，好寂寞，独自坐在靠窗的那个角落，茫然看着窗外的灯火，无知无助的时光都留在当作的前一刻。我会好好的来过。王先生，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，你旁边这位美丽的女士就是你的心上人吧？我想现在邀请你，在我们所有现场朋友的见证下，把这束花献给你的心上人，好吗？谢谢，谢谢理想。爸，起来了，弄什么呢？快过来吃早餐吧。豪杰，来，这是你的粥。怎么感觉你无精打采的呀？是不是昨天晚上又熬夜了？啊？又熬夜，这睡得不太好。什么叫睡得不太好啊？我跟你说，年轻人少熬夜。你爸年轻的时候为了工作就熬夜太多，你看我现在落下一身的毛病，得不偿失啊。放心吧，我的身体好着呢。侯姐，你看看，你老爸买的胶片机2手的，1000多块钱。这要搞收藏啊？哎
我年轻的时候就喜欢摄影，那会儿你刚生下来，我就说我每天得抱着你拍张照片。结果呀，现在是抱不动你了，照片呢一张没拍成。是时候该把爱好捡起来了。对了，爸。嗯。我跟你简单说一些公司现在的情况啊。哎呀，公司现在的情况不要跟我说了，公司都交给你打理了。好。哎，你是不是要跟我说公司善后的事儿？哎，这事儿跟我有关，你说说。公司的这个遣散费我都发过了，按合同上说呢，是每个员工要发3个月的工资啊，我又多发了1个月。然后公司现在整体装修，我把除了设计部这一块地方，剩下地方都招租了，要他们打算没有。然后呢，我最近找了几个小的工程在招标，我在做方案呢。你小子还真够大方的，还多发1个月工资。哎呦，你吃饭的时候别说工作，好了，影响消化呢。不说了，不说了。我跟你说，这公司交给你打理了，今后任何事儿我都不管了啊。不说工作了吗？不说了，张姐，我再说最后一句啊。你说。有套别墅已经卖了，啊，当拿到钱以后呢，你把钱拿到公司去做备用金，好不好？好好干，儿子。好。谁呀？来啦！开门看看。谁呀？来啦！哟，张律师，来，快请进。吃饭了吗？吃了。来，我在车上吃的。先换上鞋。哎，好啊，谢谢啊。我找侯总。你找我啊？不，我找小侯总。你今后你叫他侯总，叫我侯叔，这2个人就能区分开。叫侯哥。这孩子没大没小。什么？爸，你先吃，我就跟他聊一聊。去吧，咱俩去书房走。好。来，这屋。武天一的几个债权人我都找到了。他们同意将债务转到你的名下。你只需要找到几个债务人，给他们签一下第3方协议，然后再到公证处公证一下就可以了。好，这就太好了。我就怕他们不答应，他们只要同意了就好办了。这是我起草的债权转让协议，你先看一下。好，我签字就好了，是吧？对。来，侯总，喝点水。哎，你看，其实啊，你别看侯爵他平时啊爱搞怪，关键的时候啊可会用心呐。还挺像那么回事的啊。是啊，所以啊，平时你也别太着急。哎，是啊，孩子大了，我是真的该放手了。对，该放的时候就放吧。你别喝了，你这几天一天到晚都在喝酒，干嘛呢？喝得醉醺醺的，还给人家客人免单，全场免单。我们今天所有人的活都白干了。哎，白的不行，不能喝白的了，不喝白的，白的也行。你把酒藏哪儿了？不可能让你再喝了。哎呦，你给我坐下。哎呦，你好好坐下。哎，不是这个，这不是。哎呦天哪，你好好的，你好好的坐。这是醋啊！天哪，别闹了，坐下。我就不信我治不了你。哎呦天，你今天啊，你千万别再跟我闹了啊！听见没？哎呦天哪，谁来帮帮我呀？
喂。喂。喂。侯爵哥，快来救命吧！啊！哎呀，海星又喝醉了，念念叨叨的都是你。怎么又喝多了？他最近怎么了？这是？我是拿他没辙了，你快来星巴克吧。行，你等着吧。怎么爱上喝酒了？这兄弟，哎呀，天天喝醉，天天。别闹了啊！怎么了？哎，哥，你总算来了！我的天哪，他喝了好多酒，我拦都拦不住。骗我！这是什么节目啊？这是？他这几天啊一直喝酒，今天更夸张，喝了好多，然后就闹着说是要上吊，要跳河，还要自杀。你说怎么办呀？你劝劝他呀！你看给你能耐的，你看看你这出息。啊，猴子，你来了。你起来。猴子，丢不丢人呢你？你来了。啊？丢人啊！太丢人了。我发现我与生俱来的丢人，怪不得我爸妈把我扔了不要我，怕我丢人啊。这表演什么呢？这是你这。他这几天老这样，你说怎么办呀？太复杂了。赶紧把衣服穿上吧。没你这兄弟我难受。弄上去。赶紧衣服穿上快。我好多话我没法说。走了，先走了。1、2、3。你在这干嘛呢？哦，哥，我在旁边照看他，我怕他要是出什么事儿怎么办呀？你照顾什么？他都喝成这样了，你揍他都醒不过来。你看看。哎呀，不是，有反应吗？哥，这电视啊、报纸上说了，一个人要是喝醉了酒，他没人照看是很危险的事儿。这要是出了问题，谁负责呀？是不是？你就放心吧，这么晚了，你就赶紧回去吧啊！我不放心。怎么了？你这小女孩年纪轻轻的，还是喝成这个样，我得对你们负责呀。为什么？我自己能对自己负责的呀。哎呀，哥，我知道你其实呢，一直都是想撺掇我们俩在一起，但是你又怕我这个当妹妹的吃亏嘛。不过没关系，哥，没事儿。不是你说什么玩意儿？啊，我说哥，你想多了，我没那个意思，你早点回去吧。娃娃，你可能不能再喝了。我没喝酒啊，今天。喝了都不敢像你这么聊。我走了，那小刘给我打电话。好嘞，哥，那你慢点啊。喂，有辆摩托车很可疑，我在这观察一会儿，一会儿你出来开车，直接去公司地库。这个时间，外来车辆不能进去，比较安全。
你现在已经到公司了吗？我马上过来找你。你在哪儿？我在哪儿？驾！驾！哟，下雨了。我就知道你一定会来。怎么？孤独症犯了？你有带药吗？没有。我也病了，病得很严重。我以前一直以为我工作忙忙碌碌的，有家人，有朋友，一切都很正常。可是我没有想到，他们都不知道我心里在想什么。有些事情还是没人知道的好。我没有什么是怕人知道的。你听过一首歌，叫《输了你，赢了世界又如何》吗？歌词写的挺好的。要是让我写，我就会改成“赢了你，输了世界也愿意”。没人值得你输掉世界，我更不值得。为什么来这儿啊？是不是放不下我们之间的感情？你还爱我，对吗？我不知道。从侯杰他妈妈去世以后，我就再没有跟任何人有感情的纠葛，直到遇到你。我不知道怎么去爱一个人，或许这根本就不是爱。没关系，让我爱你。这对你不公平。
我现在什么都给不了你，什么都给不了。我什么都不要，我不求跟你一生一世，让我爱你，1天、1个月、半年、1年都可以，我谁都不会告诉他。倩倩，别小孩气了。你图什么呀？我一大把岁数，一身的毛病，你图什么？我是为了我自己，我只是希望我这一辈子可以跟我爱的人轰轰烈烈的爱一场，要不然我死也不会甘心的。我相信你一定能找到一个更好的。各方面条件都比我好的，你可以好好的去爱他。你还有大把的青春，你也珍惜你的青春，好好的去爱另外一个比我更好的人，不要把时间浪费在我这种人身上。你怎么知道呢？那如果遇不上呢？那或者说，遇上了，像你一样，不敢爱呢？不会的。你肯定能遇上，我都知道。我最后再问你最后一个问题，请你诚实的回答我。你说。如果你今天放弃了我，将来你会后悔吗？我会后悔，我会特别特别难受。这个都是我们用餐的地方，这都你都随便用。我们这个店啊，是这条街风水最好的，从开就没赔过。我觉得还行，这个院子是很不错的，挺宽敞，还是啊。阳光还不错。
哎，这个吧台的设计啊，也是挺现代化的。哎，老板，老板啊，来带我们去后厨看看吧。好，好嘞，好，走。这后厨可不算大。地方倒不大，但是使用效率还挺高的，传菜啊、做菜什么的绝对不会乱。最重要的是，我们这个消防卫生特别好，每次检查都没问题，这您放心。看样子老板你对这个店还是下了不少功夫啊。这布局还算是合理。对，反正用着挺方便的。是不错。这个小妹妹啊，那个没事，这是我们这员工，时间长了吧，对这都有感情了，一听要卖店了，有点难受。员工对店这么有感情，说明你是个好老板了。行，那咱上2楼看看。你们店里员工不错，好。这2楼是民宿，一共是4间房，您看看，差不多能住8个人。挺不错，能住8个人，所以叫星巴克。对。这么好的房子，怎么就想转呢？对。这行也挺多年了，这地儿待久了，挺没劲的，想换个地儿待。你们年轻人的想法啊，搞不懂。就是。活放妖孽！以后星巴克就是你的家，以后星巴克就是你的战场。好的，老板。喂，侯爵哥，我们老板要把星巴克给卖了。啊？他最近犯什么毛病啊？他是不是惹什么事儿了？他也没什么事儿啊，前段时间他还开心的，后来就你们公司来了2个黑衣人来找他，哦，再后来有一个看起来特别有钱的老头也来找过他，我听他叫什么侯总。侯爵哥，该不会是你？不会是什么？哎，侯总。侯总，合同我都带来了，你看看，要是没什么问题啊，咱们今天就把合同签了。到时候我们也装修一下，我们可以把那个招牌换一下。没问题。然后那个我跟你说啊，这个床小，大床，我们换个大床啊。阳台呢，桌子、椅子全部换过，还行，有那么点品味啊。
梁梅，对不起，这个店我不转让。哎，你这开玩笑是不是？你这人怎么能这样呢？咱不是说好了的吗？你认真的吗？哎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真的不转让了，真的不好意思。浪费我们时间呢吗？你这不是？对，真的对不起。莫名其妙，这是。改天我请你们2位吃饭啊！真的对不起，不好意思，对不起。老板，刚刚那2个客人怎么骂骂咧咧的就走了？这店是不是不卖了？啊，对，真的？对，都怪你，天天哭的，我都没心思跟人谈了。那个，天哥他们找到下家了吗？没有。你赶紧帮把他们追回来。好嘞。哎。勾起右脚，右手从内侧抓住脚背，吸气，左手向上举，呼气，左手向前伸，右脚向后推高，控制在你能保持平衡的幅度，保持一个呼吸。哎呀，你吓我一跳，过来怎么不打声招呼啊？怎么了？什么事儿啊？是海星干的吧？什么意思啊？竞标方案是海星投的，是马勇干的。马勇不可能自己去投，而且监控上根本就没有马勇。儿子，马勇都被抓了，公司的竞标方案也输了，现在追究这些还有什么意义呢？啊？如果当时竞标方案没有丢，如果包小涵当时没有选择离开公司，那竞标就不会输啊。哪有那么多如果呀？一切看似偶然，其实冥冥中都有必然。我输得开心，你赢得光荣，这还不够吗？啊！我刚从位置上退下来，想过几天轻松的日子，我不想讨论这个问题了，啊！我搞不明白，海星为什么这么做？年轻人嘛，哪有不犯错误的？你不是也犯过错误吗？一时糊涂，钱迷心窍吧。你原谅他了是吧？儿子，人一辈子难得有几个真正的好朋友。我认为海星是你真正的朋友，得饶人处且饶人吧，好不好？爸，就以为海星是我真正的朋友，我把他当兄弟，所以我更不能原谅他这么做。你练吧，走了。侯爵，侯爵。侯杰哥来啦！哎，海星呢？哦，
他在厨房呢，我替你叫他去。哎，什么是兄弟啊？背后插刀就算兄弟是吧？上去说吧。忙你呢。唉，早知道这事儿早晚得报，也挺好。你都不知道这段时间我是怎么过的。马勇找到你吧？是。前段时间呢，我喜欢上了钱钱。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嘛，但人家看不上我呀，对吧？有一个有钱的给他别墅、好车，啊，这你都知道啊。那我认啊，我没办法，自己憋屈呗。但后来这人好不容易把他哄到手了，不珍惜他，还把他抛弃了，那我能不管吗？我是不是得报复他？那跟我有什么关系？你搞他，你搞我干什么？你什么？你有病吧？我就是有病，我疯了，我就要这钱，我得跟钱钱证明我能养活他，我就是冲这个钱，我就是神经病，我发疯了。你爽了吗？爽了。为了你这个事儿，造成多大损失，你知道吗？一个叫包小涵的优秀设计师，差点被你毁了前途。我爸竞标失败，现在心脏病发作，整个职工建设差点破产。对不起。对不起什么？你在给我假正经什么？你拿钱的时候想什么了还行？你是我最信任的人啊！啊，我今天过来，我是想听到不是你干的。我特别接受不了是你，我特别接受不了是我的兄弟来害我。你良心哪儿去了？被狗吃了吧？我良心就是被狗吃了。你骂的太好了，我根本没求你原谅我，你打我一顿都行，咱俩估计也就一刀两断了，绝交都没关系。我就是故意的。你说什么？我说我原本就不配做你的兄弟。你在拽什么？现在我就在这跟你拽呢，我也该拽一次了吧？我现在跟你说透了，你听清楚了。咱俩就不是一路人，我们这个层次的人，你永远无法理解。您含着金钥匙长大，我福利院长大。你天天跟我说你被你爸逼到死胡同里，我一直在死胡同里，我就没出来过。真把我当兄弟吗？不见得吧。我不就你一跟班吗？我不就是一配角吗？救援的时候你冲锋陷阵，我给你拉绳；赛车的时候你在那欢呼了，我后面给你鼓掌呢。你夸过我吗？都给我闭嘴！哪怕一次，就一次。凭什么？什么都听你的，什么都可着你来，侯爵、侯大公子。我告诉你自己，你都不知道，你高高在上，居高临下，跟我指手画脚那样子有多让人讨厌，讨厌透顶了。咱俩就不该认识。你给我闭嘴！就不该认识你，离我远一点吧，你快滚！别打了，行吗？哎。还行，不要再打了，你们
爸，对不起啊。不要再打海星了，老板，老板，你没事吧，老板？你没事。头疼，哪疼？老板。这到最后背后捅刀的竟是我最好的朋友，我真是不敢相信。他说原因了吗？说因为钱钱不是说跟一个老板谈恋爱吗？海星这心里不平衡，然后就干个没事儿。所以马勇利用他去偷文件，这也说不通啊。有什么说不通的？见利忘义了呗。可我觉得海星不像这样的人。你走投无路的时候，他还收留你，什么都不图，他干嘛要这么做啊？我也觉得他不像这样的人，但是他现在就这么做了，他已经做了，对不对？侯总知道这个事儿吗？知道，好像还去找过他。没有跟你说？怎么跟我说呀？我爸也跟我张不了嘴，肯定是怕他难过吧。我觉得钱钱喜欢的那个人，会不会是你爸呀？这样全都说通了。你别闹了，我跟你说正事呢。我没跟你开玩笑。钱钱之前跟我说过，他喜欢一个人比他大很多，还有个儿子，事业有成。其他的他就什么都不说了，这不像他。除非他根本不想让我知道那个人是谁。不是。那钱钱跟我爸，没什么不可能啊。那医院送粥的是钱钱，跟我爸像老头儿，可能就是他对你爸的一个称呼吧。不是他跟我爸呢？可是如果不是这样的话，一切根本说不通。你好好想想。他们早都知道，啊，合着就不告诉我，海清也不跟我说。海清是没法说，钱钱又不想说，你爸又不能说，那就只能这样了。有什么不能说的？现在这有什么不好说的？哎呀，这样我更难受。我爸，喂，爸，我跟海星在一起呢。啊，没事没事，我觉得有点误会吧。行了，你放心吧，啊，那个我晚上我出去玩了，不回去了。拜拜。太可怕了，跟我爸，这事要成了，我叫钱钱什么？哎，你叫我爸什么？钱钱叫我什么？你叫钱钱什么？你烦不烦？太诡异了。进来吧。你每天就在这儿看着我是吧？对啊。很多事情跟表面上看起来不太一样吧？也许这就是生活吧。每扇窗的背后，幸福都是一样的，悲伤各有不同。那你说，如果跟爱的人在一起，会不会连悲伤都是幸福的？
不知道啊，这不在我的知识点里。我跟你说啊，人这一生中呢，大概会遇到2920多万人，所以两个人相遇的几率大概是0.00049%，特别渺茫。我今天遇到了你，我大概用了3生3世的运气。你得赔给我。怎么赔啊？陪着。什么陪着？你是陪着。这一瓶快50块钱，普通酱油能买10几瓶呢。哎呀，叔叔不是这样说的。你想嘛，一瓶酱油能吃3、4个月。然后你想啊，每天只用他妈几毛钱，你的生活质量就能提高了呀。小姑娘真会说话，我就掉进酱油缸里，生活水平也提高不到哪儿去。怎么会呢？哎，你找一瓶，这里最便宜的。哎呀，这个酱油都放在这儿了，要不您再看看吧。哎呀，小姐你没事吧？这是个孕妇。哎呀，真的不关我的事啊，我什么都没干。哎呀，救救我！我是孕妇。哎呀，救救我！哎呦，赶快叫我救护车！哎，这是。帮帮我！这不大鹏的媳妇儿吗？是。小梅，先生，小梅。先生，你认识她呀？啊！哎呀，我过来的时候她就倒在这儿了，这怪我肚子疼。有没有医生啊？快打120啊！喂，英楠，今晚吃饭取消了啊！我在超市遇到一个孕妇摔倒了，我现在送她去第3医院。哎呦喂，你怎么还能把人家孕妇给撞了呀？哎，快去吧。哎呦喂！喂，妈。十一，你怎么了？你在哪儿啊？没什么，你说。哎呦，你爸不知道怎么回事儿，把人家孕妇给撞了，现在在第3医院呢。我是担心家属到了医院会把你爸给揍了，你跟我去一趟吧，啊？行，我知道了，我马上过去啊，挂了。去哪儿啊？你干嘛去啊？我去趟第3医院，你哪儿也不许去，听见没有？啊？干嘛哪儿也不许去啊？我得回趟家换换衣服啊。回家可以。先观察一下，你是他家属吗？哦，不是。赶紧通知你家属来！你看你肚子都这么大了，需要人照顾。已经通知她丈夫了。我很严重吗，医生？哦，没有，先观察一阵，啊，就可以出院了，就可以走了啊。你说你怎么那么不让妈妈省心啊？
好不容易才把你怀上，你说你要是出了点事儿，我怎么跟你爸交代啊？哦，你先别说话了，小宝宝会听见的。你现在啊，要保持一个良好的心态。小宝宝的生命力是很强的，你要相信他。叔叔，谢谢你啊。那天，对不起啊。哦，不说了，你们和十一的生活都翻篇了，就不提了啊，不提了。哎呦，你说你爸这戒了酒消停没几天，这又出这么档子事儿，这简直是……你说他还有药可救吗？妈，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，先别埋怨我爸爸。那也不能撞孕妇啊！你说，请问留观室在哪儿啊？前面左拐。好，谢谢你啊。谢谢。哎，没事了。雪梅，雪梅，你没事吧？老公，你没事吧？没事吧？你怎么在这儿？不是我，你撞的？不，这啊。大鹏，你这是报复，你完全就是报复。老公，你不了解情况，她是个孕妇，你有什么意见冲我来啊？不是叔叔，是我自己不小心撞的。叔叔他好心送我来的医院。不好意思啊，哎，没事儿，母子平安就好啊。天哪！到底怎么回事啊？你们，朱大鹏，你们怎么在这儿啊？你把人家给撞了呀？不是，你怎么也这么认为呀？这不是叔叔撞的，是叔叔送我来的医院。你没事吧？我没事儿，谢谢你啊。哎呦，吓死我了！真是虚惊一场。哎，你说你怎么电话里边也不说清楚啊？你这个人，你怎么……哎，这什么事儿啊？你让我说清楚了吗？电话还没打完你就挂了，你这……那你倒是说呀！行，你们别吵了，这是医院，让人家休息吧。没什么事儿，我们就先走了。你们好好休息啊。大鹏，好好照顾老婆，结了婚，老婆就是亲人了啊。这回我表现不错吧？算你这回当了把英雄，别骄傲，再接再厉啊！听见了吗？要听我妈的。我一直有那种侠义精神。你就吹吧。叔叔阿姨，十一，对不起。谢谢。行了，快回去陪你媳妇儿去吧，啊！谢谢。回去吧。走。这是我飞过的千里。哎呀，这台阶高的，你看我爸美的。慢点啊！哎，你们先坐啊，我去洗杯子啊。妈，坐这歇会儿。好。用我帮忙吗？啊，不用不用，让你爸弄去吧，让他好好表现一下。对呀。爸，你电话。啊，你帮我接一下。哦。喂，你好。这是武天意先生的手机吗？是，我是他女儿51，有什么事跟我说吧。哦，11啊，啊，我是智荣建设的张律师。张律师啊。啊，
有什么事吗？是这样的，侯爵先生啊，已经和你的父亲武天义先生的债权人达成了债务转让协议，将武天义先生的债务转让到侯爵先生的名下。不好意思，你稍等一下啊，爸。谁呀？张律师。哎，您刚才说的能再说一遍吗？行啊。是这样的，侯爵先生已经和你的父亲武天义先生的债权人达成了债务转让协议，将武天义先生的债务转让到侯爵先生的名下。如果你父亲呢没有异议的话，我去找他签一份协议，就麻烦你给我一个你的地址。那个张律师啊，您稍微等一下，我们商量一下再打给您好吗？这样啊，行，那一会儿让11给我打电话。好嘞，谢谢啊。哎，十一，不行，这绝对不行。那小侯这开玩笑，这先不管，我烧水去啊！不行不行。什么情况呀？你不知道吗？我不知道啊，我还以为我爸知道呢。这个小猴真是，也没听他说呀。十一啊，那个，要不我给小侯打个借条，这样行吗？不行。怎么不行啊？不是小侯喜欢十一吗？他愿意帮，这不是好事吗？什么好事儿啊？你怎么不知道从蓝旗这件事上吸取教训呢？受人那么大恩惠，十一都没办法为自己感情做主了，想什么呢？一天到晚你真成。对，英楠，你说的对，这个我是那么想的，刚才都是胡说八道。十一啊，债务的事儿你也别着急，不就是86万吗？还有2年时间，我会想办法的啊。没事儿，我会慢慢还的。你回来，给我找纸找笔。你要干什么呀？让你找就找，哪儿那么多话呀？签字吧。借条。本人武天义向张英男借现金86万，5年还清，特此证明。不，英男，妈，你这是要帮我爸还债啊？不是帮，是借，这钱他得还我。爸，行吗？这怎么行呢？这不合适。我受这么大恩惠，那我以后在你面前不是更抬不起头了吗？不借是吧？算了。哎，不是，等一下，我同意还不行吗？妈，你真是世界上最好的妈妈。我就是心疼你。我知道。十一，这些年辛苦你了。哎呀，爸，你说什么呢？谢谢妈。哎呀，我们在最难的时候，谁也没抛下谁，谁也没离开谁，一直都在一起。对，谁也没丢下谁。吴天意，我告诉你啊，这个债务关系从现在开始，就是你和我的关系了。你对我所有的承诺都必须好好遵守，否则我永久性把你拉黑。
保证，一切按你说的办。我就说嘛，还是老婆亲。谁是你老婆呀？爸，那个茶水呢？哦，等一下啊，马上来。看他高兴的，坐那歇会儿啊。你怎么才回来啊？不是回家了吗？怎么还在这儿？我回家了，回家换衣服换完了。那你怎么进来的？你没锁门？不是你看我干嘛？你家这门钥匙有什么用啊？屋里什么都没有啊，书架是空的，冰箱什么有？刚添点菜进来。行了，今天你有口福了，我决定给你展示一下我们侯家祖传的手艺，给你做顿菜吃。你等会儿，干嘛？怎么不早告诉我？早告诉你什么？债务转让的事儿啊。你爸签了吗？我跟你说怎么回事啊？我不能挪公司的钱，我又不能跟我爸借钱，所以吧，我一次还不清，只能签个第三方协议，慢慢来了。我爸没同意。为什么呀？看不起我？不是，因为我妈答应帮他还了。你妈还这事儿比我办合适。不过还是谢谢你。谢谢我什么？谢谢你为我爸做的一切。来，他在这儿，多来，夸我。谢谢你。哎，有酒吗？酒好像这是你家。你不是说了我家啥都没有？你不是拿菜了吗？没拿酒啊？想喝酒，想庆祝一下。想庆祝一下，好办。啊，我带你去个有酒的地方。没什么情况，放心吧，起来吧。OK，Let's go， 往前冲，这条路右转，走3个路口左转，湖滨路右转，然后开到黄陂路往南开，开到建国路左转，一直开200米，停一下。OK 吗 ？OK。来，赶紧放松啊！哎，侯爵哥您来了，哎，卡座给您安排好了，这边请。走，看，来，为您准备的卡座，有什么需要随时叫我。好。怎么样？挺热闹。你看见那边那舞台了吗？他们跳舞那地儿。看见了，你要跳啊？你去吧，反正我不去。没让你跳舞，我给你安排了一个特别节目，上去唱歌。不会唱歌。没事，我都安排好了。你别闹了，我五音不全，唱不了。我没闹，长得好看的五音都不全啊！去吧。我不去。OK， 各位，热舞的时间告一段落，请您落座，补充您的能量。与此同时，我们给大家带来一个巨大的惊喜。接下来，让我们请出今晚特殊的神秘嘉宾，他就是拥有着天籁般嗓音的10号桌吴小姐。他将为大家献上歌曲一首，有请
吴小姐，不行，我唱歌你会吓死的，我跑的我都。这么多人看着你，快点，都看着你呢。哎呀，起哄！哎，别走，拿着，擦口，拿着，加油，加油！未知的旅行，未知的旅行。过去的已过去，不要太在意。就算也还有太多的委屈，委婉的仍待续，无所畏惧。来吧，赴一场未知的旅行。哦，不在乎别人说什么，自己抉择。哦，每一次倔强的背后，都有个声音在召唤我。我相信昨天都有它的意义，只要你也永远坚信，所有的美好一定不会缺席。多么美妙的不期而遇，我相信明天的明天也会充满惊喜，只要有你一同经历，三生有幸遇上你我都幸运，感恩所有的命中注定。对不起大家，对不起，实在对不起大家，大家受罪了。我确实五音不全，我那5个音跑哪儿去了，我也一直都没找回来。其实说实在话，这件事情呢，已经让我自卑快30年了。以前朋友找我去唱歌，我总是找各种借口去推脱，大家觉得我不合群儿。其实我害怕。我是真的害怕，我怕被别人嘲笑。今天，给你加油！谢谢10号中的侯爵先生给我这样的机会，让我把30年的嘲笑全都领受了。也没那么痛苦，是不是？所以我决定把这首歌唱完。放心，只有一小段了，最后一小段，大家忍一忍。如果实在忍不了了，就把耳朵堵上，或者去个洗手间。不过千万不要买单走人，那样我太大了。侯姐，为了补偿大家，你是不是请每一个人都喝一杯扎啤呀？好不好？都算我的啊！来。
喂，今天开心吗？超开心。你唱那么难听，有什么好开心的？我自己唱的开心就行了。哎，我要是像你唱那么难听，我还真就不好意思唱了。哎，是你让我上去的啊！我说我不去，你非让我去唱。我告诉你，我还没唱够呢。哎，行了，你没够，我够了啊！哎，别说，我还挺佩服你的啊！你每天那么多事儿，我也没见你被生活击垮，也没见你自己偷偷哭过什么的啊。那是你没见过，我没少哭。啊？是吗？我还以为你会说你是那种坚强的、从来不会流泪的人呢。以前训练累了，比赛输了，经常哭。哭完了呢，擦干眼泪，你不还是得上场去打吗？真是个汉子。今天谢谢你啊，真的挺开心的。我也很开心啊，谢谢你。好了，不早了，睡吧，晚安。晚安。怎么啦？我看看你有没有关注我，好吧？睡觉了，晚安。别闹了，赶紧睡吧，好吗？挂了。舒儿啊，舒儿，你还记得我吗？我晓得，你是我那个兄弟的老板的朋友。对，我上回不是押您这一个玉佩吗？我这次想给叔的。那个玉佩不在我手上哦。不是你这什么意思啊？我当时说好了押你之后肯定来赎，怎么说那就那了？哎呀，你不要激动嘛！不是我激动，你事儿不能这么办呐，对吧？你听我把话说完。那个玉佩呀，在上次跟你来的那个朋友那儿。哪个朋友？他晓得你缺钱，那10万块钱也是他的。他怕你真的把玉佩当了，再赎不回来，所以他就提前找到我，要我跟他一起给你演一出戏。看样子我们演得很好哦，你都相信了。去吧，去他那儿找你的玉佩吧。我早就说过，玉是讲缘分的。是你的，他永远都跑不脱。行吧，那谢谢你们，拜拜。哎，缘分啊。
缘分。2瓶啤酒。你要造反吗？大白天喝什么酒啊？我告诉你，你喝我就喝，我绝不信镇不住你。你要干嘛？那些有钱人值得你这样吗？啊！他们落难的时候，你收留他们，可是人家成功了，人家理你吗？你懂啥呀？拿过来。我就懂。拿回来。我不。我懂，你老不懂吗？你现在天天醉生梦死的，你知道吗？我就是看不得你被别人欺负，我看你被别人欺负，我心里难受，你知道吗？我难受。那个侯爵，还有那个钱钱，你一片真心付出给人家，人家当回事吗？我告诉你，他们不要的东西我可想要了，我真的很想要。哎呀！爪子嘛！我跟你说啊，这个女娃子家家嘛要矜持一点嘛。你这个稀里糊涂的就把那个白表了，老板还以为你喝多了，还不往心里头去。你说你冤不冤？冤嘛！一人少说一句就完了嘛，听到没有？嗯。还有你，听到没有？哎，这就对了嘛。哎，你们在那干啥子？干活路了？真是！哎，侯爵，这哪来的一只破袜子？那么大个洞，谁的呀？这是？啊，你看。啊，我的。什么时候有这样的袜子？我那时候在地摊上买的。你肯定让人给坑了，你什么质量啊？你看。哎呀，10块钱好几双，有啥质量？就你这四体不勤、五谷不分、什么都不会干的人，还非得闹着要独立。下回可不许闹了啊！好。行，这么破我给你扔了啊！哎，郑姐，这个别扔了。这袜子我还挺有感情，留个纪念吧。哎呦，那么破个袜子，你还你给我留着。救援队紧急集合！我会跟着你。哎，老板，你去哪儿啊？我有救援任务，把店看好。哎，可是你装备往哪？你好，你好。天水救援队的，是你呼救的吗？对，我同事腿摔折了，现在在哪儿？在那个山崖上，就在那里。帮个忙。谢谢。小心点，小心点。坚持住，坚持住。快点。
队长，海星的事啊，应该就是这个位置。队长，等等，着什么急？新装备啊，除了这个，还有钛合金担架、躯体固定气囊，小20万装备呢。谁送的？钱小燕。谁？钱小燕啊，你认识啊？不认识。队长找到了。应该是这儿。哎呦，慢点。小心，小心。你好，你好，不能去，我们这底下救援呢。我朋友，那是我朋友，我看他好像是不是受伤了？你能让我过去看看吗？开镜，开镜。你在这站久，在这站一会儿啊。我去帮忙。朋友等一下，哎，海星，海星，脚怎么了？你这是？你怎么来了？我担心你，我就跟过来了吗？来，我来扛你。来。好了。我救援千万别来了啊，太危险了。来，上车。你这车咋回事啊？谁知道啊？车都跟我较劲呢。你这试试。哎。你这试试。猫头耗子假慈悲呢？哎，别这么说我兄弟啊！你还把他当你兄弟？是我对不起他。为什么呀？是我坑了他爸的钱。啊？嗯。
帮忙吗？不用。慢点啊。来都来了，坐会儿。不做了，不做了，你回去帮你老板好好养养伤啊。坐会儿吧，还是坐会儿吧。我们最近出了好多新菜品，可好吃了，你肯定没尝过。回去还有事儿。哎，你看你们忙活了这么久，也怪累的，上去坐会儿，坐会儿，真的。上去坐会儿，坐会儿，真的。坐会儿，是不是？好久没有吃海鲜炒饭了，帮我打包一份。走吧，走吧，哥。你看我给车熄个火。啊，行行行。来，走走走。哎，里面坐，里面坐，随便坐。哎，那个，你给我打包一份海鲜炒饭。啊，海鲜炒饭啊。要不这样，我们店啊新推出了一个叉烧饭，跟海鲜炒饭一样好吃，要不您试试？行行行。啊，那行，等着啊。这份呢是我请你的，你的那份呢还在厨房，天哥在打包呢，你先尝尝呗。好，好。哎呀，我请你的，谢谢，好。要不我去把海星叫过来陪你聊会儿天。好，啊，那行啊，先吃。吃叉烧蘸辣椒酱，也就你。来，在你店里吃饭，招呼都不打，坐会儿。欢迎光临。我以为你不光临了呢。本来我也不想来，但是你家的炒饭还是有魅力的。那这事儿就过去了。这事儿啊，这事儿吧，主要是因为我缺朋友，所以我找到一朋友，我就能将就处了。也是，你这人嘛，一般人不爱搭理你，挺可怜的。嗨，我的朋友更可怜。听说怎么着，天天酗酒自残，啊，每天痛心疾首。还行吧。能活，活得不怎么样吧？凑合地吧。那就太好了。干吃啊，不喝点儿？那等老板安排的吗？谢谢。哎，你这个抠门的毛病能不能改一改？两个老爷们儿拿一小瓶啤酒，外国啤酒挺贵呢。来吧。你干了这杯辣椒酒，啊！从今你别废话了，你喝吧。你这什么喝法？你最近都这么喝酒吗？那个，
哎，我那个玉佩在你这吧？啊，这个都给你放好了，一会儿我给你拿啊。赶紧拿给我，我把钱打给你。滚蛋！那钱钱你就不要了，我也不应该得这钱。那钱也不是我的，也不是我的呀。行吧，一会儿我给你拿，你赶紧把那玉佩拿走。那个保管费我就不要了啊。你怎么那么会算账啊？啊，只往里算。我听说你以钱钱的名义，你给咱们救援队买了套新设备，是吧？算是吧。这个钱呐，就应该花在这种有意义的地方、有价值的地方，啊，不能花在那些对吧？对生活创造不出来任何用处的事情。行，你别废话了，行不行？我把这干了，你别废话了啊！你不拦我去？赶紧拿啤酒去吧。好嘞。裤子都湿了，小心石头啊！哦，小心。哎，啊，你说这个石头它多少年了？这石头啊，嗯，应该有几百万年了吧？几百万年啊？对啊，那太厉害了，那几百万年，经过风吹日晒的，一点都没变啊！怎么可能？这天天风吹日晒的，这石头肯定有变化。这儿啊，几百万年前曾经是一片高山，现在全变成大海了。终将有一天，这些岩石都会变成你现在看到地上的这些沙子，一粒一粒的沙子。不管它怎么变，我都把它捧在手心里。你准备在侯爵那儿住多久啊？怎么？人家也需要自己的空间啊。这我知道，我这不是还没找到合适的房子吗？找到了我就搬。住我那儿吧，我先租了一套房子。钱钱，要不然这事儿你再好好想想，我也好好想想。你是应该好好想想，一把年纪了，一身的毛病，没房没车，还带个儿子。就你这把岁数，谁要你啊？除了我。哎呀，我这不是担心侯爵吗？你怎么就知道侯爵会反对？当时你干涉他的感情，他多难过啊！我这么做也是为他好。对他好，最好的方式是尊重。好了好了，说不过你。嗯，好。哎呀，你快点儿！哎呀，好了好了，我知道了。每次都这么磨叽。
一步一步走进你的世界。哒哒哒啦，哒啦哒啦啦哒哒哒哒。没事没事，不害怕啊。谁让你拿我东西的？我就是觉得这个小胡子还挺可爱，长得特别像你。还不睡呢？有点睡不着。睡不着啊？睡不着，坐会儿呗。好。哎呦，这喝一口。哦，我不太会。哎，酒谁会喝呀？但得看怎么喝，对吧？一口一口慢慢品，还不错。嗯。哎呀，我没病啊。我喝。好喝。老板，你跟侯爵哥这样，算是和好了。我俩多少年了，这点小事算什么呀？放心吧，好着呢。你放心，就算全世界都不跟你好，娃娃我跟你好。这话要说清楚啊。他是他，你是你，都得好。哎呀，吓死我了！哎，老板，你今天救援的时候特别帅，跟你平常的样子好像都不太一样了。你就是我心目中的大英雄啊！我平时不帅呗？不，平时也很帅，但今天呢是特别帅，以后还会越来越帅。哎，这好听。你今天是怎么了？平时不都早睡早起的，今天为什么失眠啊？我也不太知道。其实以前在乡下的时候，我也会失眠。那个时候啊，我也会爬到我们老家的房顶上，去听虫子的叫，还有远处人们说话的声音，还有更远的地方，那个大卡车哗哗的过马路。我就会在心里想，这些和我一样睡不着的人，他们都在说些什么呢？他们脑子里都在想一些什么呢？他们那么着急，都是赶着去哪儿呢？我就觉得这世界这么大，我一定要去看看。海星啊，干嘛？没什么，我就是好久没有好好听你唱歌了，你能不能也给娃娃唱一首歌？啊，想听我唱歌啊？那得先给钱。啊？那我拿一个魔术给你画。那也行，什么魔术？我给你变朵花吧。嘿。嘿。哎，那唱不了了，这个真的。哎呀！哎呀，娃娃，其实你的眼睛住着花儿在对我笑，睫毛上翘，散发善良味道。我喜欢你的嘴角，就像雨声自带欢笑。我喜欢跟着你闹，不然生活该多寂寥。你知不知道，我很温暖，值得依靠。你知不知道，我会做你的暖宝宝。你知不知道，你的好运永不会少。我要你知道，遇
见你是我的福报，一切会越来越好。还可以生2个小宝宝。哎，是完了你没事没事，反正以后还有更多小猴子呢。喂，什么情况？我这轮胎吹气了，车里报警了。我打车去，帮我叫个汽车救援。你等会儿，我跟你一起走。来不及了，快到时间了。嘿，怎么开车了？不要命了？别乱变道。师傅，你开错路了吧？这开哪儿来了？没错啊，这就是我要走的方向。好久不见，刘铁浩，你真是没完没了啊！我想你。赶紧停车，我带你去个好玩的地方。我叫你停车！哎，
总，我这边有情况，赶快报警，跟踪我的信号。好，挂了。哎，哎呀，真行，吓死我！侯大公子，哎，看清楚了，侯爵睡着了。 在宁静的海边睡着了。我儿子。 你个小兔崽子，怎么想起来给老爸打电话？你才小兔崽子呢，怎么跟爷爷说话呢？你谁呀？你是？我是谁不重要。视频收着了吗？喂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放心，他很安全。我求你千万不要伤害他。你有什么要求，我都答应你，好不好？ 我什么都不求，不就为了求点财吗？怎么就这么难呢？听着，5分钟，给我给你发的账号里头转50万，不行，100万。5分钟之内钱不到位，我让你大海捞儿。喂，喂。 哎呦！哎！有人吗？有人吗？有没有人呐？有没有人呐？
听说今天指挥演习的是个新教官哎，男的女的呀？厉害不厉害？不知道，肯定有些来头。给大家介绍一下，这位是今天指挥演习的教官，51，他的业务能力呢非常强，是公司一流的随位。现在，他从一线转做教官，要把自己丰富的实战经验传授给你们。今天的演习内容，就是根据他的实战案例设计的。11啊，跟大家说两句。是。大家好，教官好。首先恭喜你们，从普通学员晋升为初级随位。今天的演习是考验你们在突发事件中的综合能力。你们需要将一份文件送到总裁办公室，拿到签名以后，再返回到出发点。在这个过程中有可能发生任何状况，你们随身的记录仪会记录下整个过程，作为评估标准。听明白了吗？听明白了。今天的演习得到了智融建设的大力支持，为我们提供了演习的实战场地。我们大家要严格遵守物业的规章制度，不要损害公物，不要影响写字楼的正常工作，能做到吗？能。出发。是。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，准备好了。现在考核开始，1号下车。是。你好，我是来智融建设取文件的。我是去开个会，咱们见不到面了。晚上来我家给你过生日。又要大1岁，不想过。80也要过。1号，1号，信号中断，有什么情况吗？1号，听到请回答。1号，听到了吗？有听到吗？
怎么也在啊？要不是你生日，我和你妈已经在欧洲了。你要去旅行？哎呀，你爸嘚瑟，非要出国去玩儿。你说这人生地不熟的，语言又不通，我怕他给丢了。你明白了。对了，赵总，你跟他们串通好了？这是我和小侯总精心设计的联合演习，怎么样？毫无破绽。耶！我不都说了吗？我不过生日了。那是你以前不认识我，认识我之后，不给你任何机会错过任何一个纪念日。许个愿吧。好。好了，十一姐，那你把许的愿给大家伙说说。哎，这不行，大表姐，这个千万不能说出来，要不然就不灵了。不管许的是什么愿，但是我知道这个愿望里边一定有我。臭小子，你老是自我感觉那么良好，赶紧办正事儿吧。今天呢，我请大家来，是有2个目的。首先是给11庆祝生日，第二点呢，我是想跟大家说几句。这个故事呢，要从1年之前讲起。1年之前有一天，我出门的时候没看黄历，那天就特别倒霉。我刚出门，碰见我前女友，她给了我一张结婚请帖，我打开看，新郎不是我。我当时就特别生气，在车里一个人生着闷气。这时候从天而降一个神奇女侠，砰，把我车砸了一坑，下车就跑了。我当时气不过，我找他理论，我就追了上去。刚追上，他就把我给揍了。我什么时候揍你了？我当时想，那一定是我人生中最倒霉的一天。但是后来我发现，那其实是我人生中最幸运的一天。十一啊，其实碰到你之后，你让我觉得我特别的幼稚可笑，但是又让我觉得我自己特别勇敢、特别坚强。其实你在我生活中不光是救了我的命，也治好了我的病。所以我感谢那天遇到的一切，我每一个巧合，每一个瞬间，因为只要错过1秒，我就碰不到你。十一，你刚刚许愿的时候，我也许了一个愿望，你知道是什么吗？你不知道。我来告诉你，这个玉佩我赎回来了，这是我妈给我留下的，也是我人生中最重要的一样东西。这就是我的护身符，但是我希望从今以后，你能帮我好好保管它。这个你要自己保管才行。十一，我愿意用我的全部换2份好运，一份碰到你，一份是走到底。十一，你愿意嫁给我吗？我愿意。
我现在觉得自己很幸福。